买房的时候，你觉得什么最重要？有人觉得地理位置重要，有人觉得户型面积重要，有人觉得是否有学区很重要。不管是哪一种认为，终究目的都是为了当下能买到舒服好住的房子，并且这套房子以后还能有升值空间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出于经济条件的影响，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和选择退而求其次。就比如我家第一次买房时，选到了满意地段的楼盘，还有自己看中的学区，奈何想要的楼层全都售罄，最终定了2楼的房子。作为低楼层，住在2楼有着高层住户最羡慕的优点，不用等电梯。总层高31层的楼房，电梯于我而言是可有可无的。不管早高峰晚高峰，我到1楼只需要半分钟，甚至可以直接走到地下室开车停车，都比较方便。相比较之下的高层住户就没有那么舒服了，他们每天要多花至少10分钟时间去排队等电梯，如果遇到电梯检修、维修或者停电的时候更是麻烦。刚住进2楼的时候，我还为此庆幸过，觉得自己无奈之下的选择也还算不错。而且2楼下面还有一层，不会潮湿，又是小区最前面一排的房子，没有遮挡，所以在采光上是不错的。这也是当初决定选2楼的原因。原本以为自己选到了神仙楼层，没想到入住半年后就开始后悔了。最大的原因有2个：一，特别吵，因为房子在整个小区最前面一排，小区围墙外是一条马路，虽然不是主干道，但是每天来往的车辆也不少，尤其是到了夜间，还会有大型车辆过往，车子声音很大很吵。除了马路上的车子声音外，还有小区内的声音，比如晚上10点过后，小区内部路上还经常有人散步聊天，声音听得清清楚楚。早晨晨练的大爷大妈5、6点钟就在小区内遛弯讲话的声音也很明显，对于我这种睡眠浅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一种煎熬。还有早上4、5点就开始收垃圾桶清垃圾的保洁人员，他们拉着垃圾桶在小区砖地上走的声音也让人崩溃。以前一直以为只要楼上楼下的邻居不在家里吵闹，自己家就是安静的，住了2楼以后才知道，原来1楼路面上每天是如此的热闹。2反污水，和太吵闹相比，我最不能容忍、不能接受的就是2楼反污水，这也是让我坚定换房的原因。买房前没考虑那么多，住进来后才听别人说2楼很可能会反污水，想着也只是一个概率问题，毕竟现在大家素质都很高，应该也不会有人往下水道乱扔东西导致管道堵塞，所以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。直到我家卫生间的地漏开始往上冒污水的时候，我才明白2楼反污水是一定会发生的，侥幸是没用的。楼下1楼的下水管是独立排水，我家是2楼，也就是管道最末端的一家，管道底部堵塞以后，污水就顺着管道跑到我家了。还好发现的及时，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，要不然我刚装修好不到1年的房子就废了。出现了反污水的情况，物业只配合疏通管道，并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，楼上几十层的邻居更不会承担，倒霉的只有自己。新房才住了没多久就出现这种情况，我自然是不能接受的，但是一时半会也没钱买别的房子，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物业不允许我家改独立排水管，说会影响建筑外观，楼上邻居也不同意，说这样一来污水会反到他们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不过我还是找人给家里的下水管做了小小的改动，地漏换成了带有止逆阀的单向地漏，不影响排水的同时，让底下的水上不来。马桶和所有台盆也都装了类似的单向止逆阀，这样的操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，以后还是可能会有万一的情况出现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卖掉2楼的房子，换成其他楼层。为了后期能尽快把房子卖出去，特意去房产中介处咨询了一圈，按照他们的经验，2楼的房子要想快速卖掉，只能降价。也就是说，我买房加装修的钱是不可能回本的，因为大家普遍都不太喜欢2楼，就是怕反污水。更何况我家已经出现过反污水的情况了，只会更糟。买房子的时候想着自住的同时，房价还能升值，现在好了，就因为是2楼，自己不想住，卖又不好卖，真的砸手里了，成了真正的不动产。总结，买房时但凡有的选，都建议大家不要选2楼，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，因为一旦出现万一，损失的只有自己的利益。另外，如果你已经无奈之下买了2楼，切记在装修的时候让水电工在外墙预留好溢水口，每个下水口都安装好单向止逆阀，争取把自家的隐患降到最低。